啊，说到针孔这2个字，不知道你的脑海里第一个会浮现出来是什么？是社会上常常看到那种社会新闻上的针孔摄影机，还是说是执法人员身上去佩戴的那一种针孔密录器？啊，不管是哪一个，好像都会带给人一种比较严肃，然后比较负面一点的一个联想。但是其实，在摄影的这个领域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名字里也有针孔这2个字，但是概念却完全不同的东西，还有可能会去改变你对于针孔这2个字的想法。这个东西呢，就叫做针孔相机。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就是一台针孔底片相机。这台相机呢，是我自己用 DIY 的方式去手工去制作出来的。拍摄的是120的6:8底片。那我想一些比较眼尖的观众应该已经看出来，像这样子的一台针孔相机，到底跟一般的相机有什么样的差别了？你看了没有错，它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在于镜头。那我们知道，一般的相机的镜头其实都是利用一些光学的透镜来去做出聚焦，来去做成像。至于像这样子的一个针孔相机呢，它的成像方式只是去利用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的一个成像原理，也就是针孔成像的原理。这里我可以把它的镜头拆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因为我是做成可以拆卸式的。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的针孔相机的镜头，然后镜头中间呢，其实就是挖了一个小洞，贴上了一片金属片，然后再去这个金属片上面再去钻出一个小小的一个针孔，就利用这个针孔来去做出针孔成像的效果。整个设计非常的简单，结构非常简便，几乎不需要什么设计就可以做得到，就是甚至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就是手工去制作出一台。那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去制作出自己的针孔相机。至于今天呢，我们就会把重点放在利用这台针孔相机，然后来去拍摄风景，就看看到底能不能用这台自己 DIY 的这台针孔相机去拍摄到一些漂亮的影像咯。我得说，真的是不太容易啊，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操作这台相机了，所以我刚刚其实有点手忙脚乱的，那个底片一直装不进去，我装了半天才装好，浪费了很多时间啦。现在阳光的角度已经变得很低了，我就希望我今天能把这卷底片拍完，但我看恐怕是有点难度了。那我觉得有一点让我非常惊艳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有些人眼睛比较尖的话，应该已经看出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高雄西子湾柴山这边的海岸线。那一直以来，我其实对这个海岸线有点又爱又恨，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既是一个很容易到达、很轻松就可以到达，然后到处去找风景的地方，但是一方面我又觉得这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很容易去干扰，不管是干扰我的构图，或是干扰我自己拍摄。那再来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这边海岸上散布的这些石头，虽然看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它们显得有点杂乱。但我得说，今天的这个情景真的是让我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现在的时间其实是接近涨潮的时间，所以潮水的角度其实很高，一直往上涨上来，那就可以看到那个潮水一波一波的去往海滩上冲过来、冲上来，然后再一波一波的流下去，就把海滩变成一个很湿润的一个景色，然后反射着天空的那个光线，其实整个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像这样的影像呢，因为我刚刚装的这卷底片是 Formapan 的黑白底片，我觉得像黑白底片其实是非常适合去表现这样子的一个明暗的对比，反差很大的这个场景。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针孔相机它就是用针孔去成像，所
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去预期，它其实光圈就是非常非常的小。那像我这一台相机，我大概自己计算出来，它的光圈大概是在 f147左右，那就相当于你可能用了 f8的这个光圈，然后去剪了很多道光这样，所以基本上它拍摄的东西肯定就会是慢快门的，那就非常适合来去表现这样子的一个海边海滩上的这个场景。那有一个刚刚我一直没有讲到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像这样子的针孔相机，如果你是自己 DIY 做，通常你应该是不会有观景窗的。所以说，当你在构图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茫然，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构图？那以我来说的话，我的构图方式，我可以利用手机的 App， 利用手机的相机来去大概比对一下，就是猜一下那个景色大概是怎么样啦。虽然你也没办法很精准的去知道说你拍摄出来最后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至少你会有一个底。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把我手机打开，然后去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焦距，差不多的一个视角。那我现在用来构图的相机是一个叫做 Camera Meter 的一个手机测光的软体里面的相机。那用这个方式，我就可以去直接做构图，然后这个 App 它也可以直接去告诉我，就是我这个场景里面我现在需要曝光多久。那以这个场景来说，我现在需要2秒的曝光时间，那我就可以再去把它加上所谓的导曳率失效。那导曳率失效2秒的情况是7秒，所以说我大概要曝光7秒钟。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进行曝光了，设好码表跟时间。好，3、2、1，开始。好 ，OK，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曝光了啊！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就希望这张相片可以成功了，因为毕竟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台相机的快门非常简陋，它其实就是一个盖片而已啊，我没办法非常精准去把它盖回去，所以那个时间其实是会稍微有点误差的。不过也还好，因为曝光时间比较长，相对而言，对于整个影像曝光不准这个问题影响就不会那么的大。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再去找其他地点来去做拍摄。现在呢，我把相机稍微往前移动了一点，到另外一个位置。我现在面对的是一颗就是沉睡被掩埋在这个沙洲、这个沙滩里面的一颗礁岩。我以这个礁岩当做是主体，然后呢去做构图，然后眼前远方的是散落在海滩上的那一些奇岩、那些巨岩。那我觉得这个景色也是很漂亮，然后再加上现在很漂亮的这个光线，虽然在相片里面看起来还会是黑白的啦。但总之就是这个明暗的对比，然后这个侧光去照亮这些岩石，我觉得是个非常漂亮的画面，所以就准备要来捕捉。那现在阳光其实已经很低了，已经即将要日落了。我恐怕今天是没办法把全部的底片拍完，所以我不知道，我可能要找时间再去拍摄其他的底片，我也不晓得。那总之不管怎样，赶快把握时间来拍摄。那现在阳光已经比刚刚弱很多了，现在需要6秒钟的曝光，那加上导曳率失效的话，就是要39秒的曝光，39秒，天哪！好，那么就准备曝光。3、2、1、36、37、38、39 ，OK。我先说一下结论，我最后还是成功的把整卷底片拍完了。因为实际上为了保险起见，大多数的构图我都至少拍摄了2张相片，以确保如果其中一张失败的话，至少还有另外一张可以赌一把。不过看看这些相片，我相信应该已经有些人对画面中这粗糙的颗粒和模糊的影像产生疑惑了。你的疑惑没有错，因为这就是针孔成像和透镜成像之间的差别之一。撇除操作简易快门时容易造成的影像震动，针孔成像一大特色就是容易因为光线的衍射而导致影像模糊。越小的针孔理论上影像应该越清晰，但针孔过小又会产生光线衍射，因此要追求针孔成像的清晰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如此，对我而言，我反倒不太在意影像的清晰与否，而是转念期待针孔相机的各种缺陷带来的独特美感。而至于影像上那些奇怪的颗粒，我只是在询问了冲洗店之后得知，这应该是我使用的 Formapan 底片的品管问题，倒是和针孔相机本身的光学特性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好啦，我想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张相片了，太阳已经准备要落下，已经要落过地平线了。啊，我要赶快把握时间来做最后的一张拍摄。大家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因为刚才呢，我真的是没有时间了，我操作速度实在太慢，我就没有时间跟大家继续做介绍，没有时间让自己 NG 啦。那总之，我现在的面前就是一个准备要即将日落、即将西下的一个景象，然后可以看到我的面前是那个海水偶尔会这样子泼上来，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反光，然后天空的颜色也是非常漂亮。可惜的是，我现在拍摄的东西是黑白相片，所以我是捕捉不到色彩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景象，就算在黑白相片里面，应该还是会相当的漂亮。OK， 好，准备，曝光时间14秒，最后的一张相片，3、2、1。还好，最后呢还是有成功去把那一卷底片给拍完了。但是我只能说，真的是拍得非常的仓促啊！我几乎是在最后的30分钟之内吧，去把剩下的大概4、5张相片给全部拍完，真的是仓促到不行。至于结果呢，就只能去等到相片洗出来之后才会知道了。那我必须说，我觉得今天我真的不知道该说是幸运呢，还是该说是有点可惜呢？因为今天的这个柴山的风景真的是完全超出我预期的漂亮。就刚下午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那个阳光，金色阳光洒落下来，洒落在海面上，把海滩给染成一片很漂亮的这个金色。甚至像现在时间已经进入到了 Magic Hour 了，那个色彩反光在这个海面上，反光在这个沙滩上，还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迷人。只可惜我今天是没有去携带我的 EOS R 出来，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去捕捉这个很漂亮的色彩。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呢，今天本来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针孔摄影，那只是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的，就是我今天最后的拍摄真的是有一点仓促，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照顾大家，去跟大家去分享我刚刚做的一些拍摄，所以是很快的用相片的方式直接去带过，在这里就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这部影片到这边应该真的是告一段落了。如果说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帮我按个赞，然后甚至帮我分享出去。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订阅我。这样以后如果我有更多的摄影相关，甚至是跟这个针孔摄影、针孔相机有关的影片，你也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那我想影片到这边应该就算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